好，我是九九，今天又在九九新频道九九健康咖跟健康1+1双频道同步直播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话题哦，跟最近生活太有关系了，因为雨呢是真的是下不。那你最近是不是也觉得空气湿湿的啊，或者是衣服晒不干，身体感觉也闷闷的，好像不太舒服？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个湿，梅雨季不只是环境变得潮湿，其实我们的身体可能正在发肿。那有很多人就觉得，哎呀，自己特别累啊，脸也容易出油，然后整个关节好像也不太舒服，甚至感觉精神有点涣散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很没元气。早上起来，很多人说你是没睡好。那今天呢，邀请到上次大受欢迎的周宗翰医师，要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，来跟我们深入的来谈谈湿气怎么让我们看起来老，还有湿气过重呢，竟然会导致筋骨酸痛、睡不好，甚至包括泌尿道感染。那除湿的食物要怎么吃呢？比如说，很多人会说红豆水啊、四神汤，还有哪些生活方法可以把体内的湿气赶出去？还有一定想不到的，我们淋到一点点雨，居然会让湿气进入我们的身体。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会在健康1+1的频道同步播出，所以记得啊，一定要准时收看。那当然呢，未来呢，在开播前几集呢，我们会在健康1+1直播，但是未来呢，就会在健康咖九九健康咖专场播出了。所以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现在是时候，现在动动手指订阅九九健康咖，不要每周最实用、最贴近生活的健康资讯。好，今天节目马上开始，让我们一起赶走湿气，恢复我们的年轻元气。赶快欢迎今天的大咖专家汉明堂主治医师周宗翰医师。Hello，周医师。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舅舅好，我是周宗翰医师。欢迎周医师哦！哎，周医师，你上次来节目真的是讲抗老，非常受到欢迎。那我们我知道，是啊，真的大家都非常踊跃，然后很多人很喜。嗯，那因为最是近这一阵子进入了梅雨季啊，我想台湾也是吧，就是环境可能湿气也很重，所以我每天都在们最近下雨耶。是对啊，每天都在下雨哦。对啊，这几天每天都在下雨，而且今天下的还蛮大的。对呀，哎，其实美国嗯纽约就是一下雨嗯，就好像，其实我都说啊，这个纽约的天气就好像还只是梅雨季，竟然弄得好像台风一样。所以，我们是。这一集的节目真的是还蛮重要的，因为环境湿气很重，那体内湿气如果跟着变，也会让人变得很老嘛？请问一下周医师。今天我们这个专题就是湿气会变老，那就我一定要说一定的啊，湿气一定会变成老。因为真的其实哦。身体的一个湿气啊，会让我们的老态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跟我们身体的水分的一个滞留有关系。那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话，就是水肿。当你的脸开始产生浮肿的现象，其实任谁都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肿了一圈，看起来比较显老。其实身体的湿气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老化，其实是属于间接型的。因为嗯。有时候其实它有分生理跟心理，身体的湿气会其中一个原因会造成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疲劳。当一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疲劳，它的老态就慢慢出现了。那再来就是身体，如果说湿气来讲，影响到我们一个脸部的一个浮肿的话，我们的眼袋也出现了。那眼袋一出现，我们也开始就觉得显老态。是所谓的一哦。个表征，那这种表征，那其实我认为说，其实身体的湿气啊，主要来讲的话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。当我们身体的代谢不佳，我们的一个精神涣散，就是同样的，你散发出的就是一个老，所以我们就必哦，须这个要先以排湿为主。是，所以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因为很多人会介意自己，尤其女性朋友会觉得，哎，男性也会哈，如果自己的眼袋嗯看起来特别严重的话，可能你会觉得嗯，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级老。可是现在医美很流行啊，就是要去眼袋，去眼袋，其实这跟我是，们身体湿气很有关系。那如果对，说哦，对，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真的湿气影响很多的地方嘛，您刚才提到看起来老嗯态，然后而且嗯真的很累，我也觉得最近好像看也没做什么，然后就觉得好像特别累。所以嗯。呢，这个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眼袋重啊，全身筋骨太僵硬啊，或者嗯。是觉得好像关节不太舒服，是不是就是湿气太重害的呢？其实我会跟各位观众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，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湿气很重。第一个，嗯。我们先看我们的舌头，舌头一伸出来，啊。
然后舌头会伸出来，整个舌苔舌苔变得很腻。那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，你的身体的一个肠胃没有办法去运化我们身体的水分调节，导致你的身体的体内湿气重，反映在我们的舌头上面，就是我们的舌苔变得很厚。这个是我第一个会哦，看到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每次在看诊的时候，都会跟患者说：“哎，舌头伸出来。”其实第一个我要看的就是舌苔，那再来就是舌头伸出来以后，我们旁边假设我这是舌头嘛，我一直伸舌头不好看，假如舌头旁边如果有齿痕，旁边有哦，齿痕，是，代表是你是气虚加湿气，所以这时候齿痕会特别严重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构成说我开药的一个条件了。哎，对，所以那当现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提醒一下，可以拿出你的镜子，对，然后稍微镜子，看一下，看自己然后的有没有舌苔把舌头重不重啊？伸出来，然后对，看一然后下我们的一个有没有齿纹这舌苔，样子？对对，有没有对对，齿痕，是。对。然后呢，还有哪一些部那分？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你身体如果湿气比较重的话，如果说是男生或者是女生，可能会散发出比较重的味道。像可能男生他的汗哦，臭就会比较重一点，那女生的话可能腋下有一些狐臭味，这个有可能会出现，代表你身体是有湿热的一个状况。身体的湿热很容易会造成我们内在的环境的发炎。那内在环境的一个发炎来讲的话，也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皮肤的一个老化，产生老态的现象。嗯，哦，所以嗯，就说我们有时候发现自己的体味变得比较重啊，那这个是，有可能就是也是湿气比较嗯，重的一个表现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知道啦，就是刚才讲到会疲劳啊，然后眼袋看起来明显啊，然后身体会就可以看舌象嘛。那有对，一个状态就是说，我们会觉得好像最近也没干嘛，然后突然间嗯，肿起来、肥起来嗯，了。那这个嗯。肥起来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，而不是真的只是你变胖了。有时候肥起来是第一个我会考虑到是不是水肿的问题，因为如果说嗯身体有水肿，它会在白天的时候刚起床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像浮肿的状况来讲会比较严重。通常来讲的话就是脸部，那如果说是到了下午的时候，你的脚开始肿，这代表说我们的身体是往下沉的，而且加上你没嗯。有运动，其实久坐也会造成这样子问题。所以说这个代表身体有湿气的一个情形是很明确的。是，哎，那么除了这种看起来有点水肿啊，那嗯，另外有没有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关节嘛，很多人就是对，哎关节痛，就是有的哎我的关节就好像气象报告站，有没有？开始嗯，要下雨了，就开始痛起来了，所以是不是也是跟人的湿气太重有关系呢？这个其实就我们所谓的风湿关节肿，也就是哦，开始有低气压，风要来了或开始变天，你的关节开始有屈伸不利。什么叫屈伸不利？就觉得感觉好像非常的僵硬。那嗯开始在以前可能就四肢或者是膝盖开始有酸胀、无力或者是肿胀的一个感觉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湿关节痛。那这种风湿嗯关节痛呢，我们要先测试一下。第一个要单边，可能就是不对称的。如果说它是两边一起走，这你要特别小心，很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，类风湿性关节炎。那如果说它是肿单边，哦，好险，你只有肿单边而已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湿关节肿。两种的一个症状跟严重程度是截然不同的。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对称肿在我们这个手指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，如果在台湾它是可以拿重大伤病卡的。那如果说哦，是一般的一个关节肿的话，其实这个只是一般的风湿。那为什么会产生风湿关节痛呢？以前你可能在听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更早之前，你可能曾经有受过伤，但是你没有好好去管它，没有好好的去治疗它，导致这个旧伤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产生一种慢性的一个炎症反应，所以才会嗯。产生说这天气变化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湿气比较重，要不然就是本身有低气压即将要侵袭这个地区的时候，你的外湿引动内湿，产生的一个风湿痛，所以才会产生关节肿胀的问题。是，哎，您刚才说到这个部分啊，因为我嗯，本身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是住在新北市嘛，那这个是，雨下的非常大的地方，我知道您有一些案例都是嗯，在基隆，我们家住瑞芳，基隆真的你很近，家住对瑞芳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看我就就是跟你是好朋友。
对，所以雨真的是很大，经常的下是，雨，所以你是不是很多的患者都是在基隆。基隆，都是有这对，因个关为有时节痛候基隆，的问题？他如果说从基隆跑来找我们这里看诊，我第一个考对，虑的就是他是不是有关节酸痛的问题。10个里面嗯大概有7到8个，他会跟我讲，对，我关节很容易酸痛，因为是嗯雨都嘛。那在那时候，其实在比较容易有下雨，而且同样东北季风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风湿痹痛。其实，我们在台湾啊，或者是不管在世界各地，它每一种区域它都会有产生的疾病。像在台湾，嗯，它就是湿是，的。那如果说是在北美，它比较干燥，那可能有一些比较燥邪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个问题，有可能身体会皮肤干燥啊，或者是很容易喉咙干啊。这个部分来讲，不同的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。但是湿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是非常的麻烦的，因为它可以分为寒湿或者是湿热。主要来讲的话，它会有不同的一个温度产生不同的结果。如果说是身体是偏湿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你天气一变化，天气一变冷，你的关节就会屈伸不利。那如果说到了夏天，湿又跟热结合，它会造成说，哎，皮肤很容易会产生痒疹或容易痘疹，或者是产生一些发炎的一个问题。像女生比较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容易有泌尿道的感染，这个就是跟嗯。湿气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是，哎，那您就讲到这个部分，我就想请教您了，因为其实有刚才讲到关节痛的问题，那最近的门诊里面有湿气重来看病的患者，那大部分他们都会提出哪些身体的症状的问题比较多见呢？你知道，我认为台湾是医师的天堂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非常的哎呦，潮湿，真的真真的，的，什么病都有。像譬如说，台湾的高粱吃的东西高粱厚味，那加上我们的天气，老实说，我认为台湾的天气是很不好的，一直在，对，现如果只是在是不是北部很热？一直在现在下雨啊，超级，对，昨天北部超热，在下雨，昨昨天天也是超热，在下，超级今天又一热，直在雨超大，就是感觉好像在洗三温暖，然后不然就是一下子哇！让你烤一下，然后一下又要淋雨。然后是水下来，然后就开始蒸汽上升，对，你站在那边就汗流浃背是一下，是啊，然后又闷热，可是头上很快就整个身体都湿掉了就是这样啊就是啊，天气很不所以舒服啊。对啊，嗯，那这样子，你最近比较来看诊的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啊？其实湿气的一个问题来看诊嗯的，其实是患者不会跟你讲，坐下来跟你聊哦，医生，我尸体好湿哦，你可以帮我除湿一嗯，下，他不会这对样讲，对对，他一定会跟你嗯，讲说他的一些症状。那比较是常看到的症状就是，第一个，这种天气来讲的话，特别容易会让我们身体的一个热发不出去。这段时间的门诊很常看到头晕脑胀的问题，那还有哦注意力不集中，那再就是哦，皮肤产生痒疹或者是红疹，这个从4月开始，这个部分来讲，这类型的患者非常的常。那再来就是晚上睡不好，这段时间晚上睡嗯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因为身体的湿气重，造成了他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进入我们深层的睡眠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湿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神，让我们的一个心神容易浮躁。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会影响到我晚上的睡眠。嗯，嗯，哎，还有一种情况哦，因为我记得之前我采访过，有中医生就说，其实也要看我们的，如果我们的消嗯，化系统也是可以看得出来，就说万一我们对，马桶冲不干净啊，就可嗯，能粘在周边啊，这个也是湿气造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想对，进一步来了解一下哦，就是说我们从外观自己嗯，可不可以检测出来说我们是湿气重？然后比如说呃，脸油啊，我记得说的头皮油、脸油，这个也是嗯，嘛？你刚刚讲到看对。舌头吧，然对，后第一个看舌头，那对，第二个就是看味道嘛。我们中医讲说就是望闻问切。那切诊的嗯部分来讲的话，这个我就先不讨论，因为切诊说它的脉是卢脉，摸起来好像嗯，它的脉是湿湿黏黏的。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形态。那形态的话，刚刚舅有提到说，哎，排便的时候便会变黏，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它如果说你在擦屁屁的时候，你感觉好像擦不是很干净，没有很嗯，清爽。那排便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可能有可能会有分两种，一种是感觉好像会粘马桶，或是你排完了以后，你就觉得好像排不干净，还想再排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湿气重，影响的部分来讲的话，跟我们的饮食会有很大的关系。可能是你的甜食吃的太多，你的烤辣炸的东西、高粱厚味的类型的食物，或者是太油腻的食物吃太多，就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产生。
是，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是不是我们的皮肤，就是皮嗯，肤看起来会比如毛孔很黏粗大很油，会变哦，粗大。很黏，也会对，这粗大，对不个时候我都对？会觉得说，就是北方的姑娘，她的毛孔都会比较细致一点，然后到哎越往南边，她的那个毛孔就会越来越粗糙。哎，真的这个其实会这跟天气真的样哎，有关系，真的真的。就如果可能去东南亚大概1个月以后，我的毛孔可能像篮球框一样大。然后说去北边的地方来讲，比较冷的地方，它其实就我们的毛孔就看起来就很细致。其实这个跟温度会有哦关系。跟温度其实是有哦，关系的，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身体有所谓的热胀冷缩，同样的我们毛细孔也会。那我也比较分享是，就是九九，你知道说我们在洗脸的时候，最好是用热水洗脸，还是用冷水洗脸会比较好？你我个人觉得嘞？是大概觉得啦，我是用冷水，但是因为实在对，水太冷，所以我还是会用热水来洗脸，是不是因冷水？为你住纽约，但是我认为卸妆可以用温水，可是哦，用冷水会让你的皮肤更细致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必须要用冷水洗脸，就但是不要用冰水，因为纽约我知道到冬天的时候非常的冷，非所以常冷，它会变成冰水。冰水如果用冰水洗脸，我所谓的冰水就是你觉得这个水会让你很刺痛，所以是这个部分就叫所谓的冰水。冰水很容易会冻伤我们的一个皮肤，所以必啊，须要我认为所有的最合适的温度在4到8度左右，四到八嗯，度左右的一个水温是最合适的。哦，所以你摸嗯，起来水是凉的，但凉凉的，是不凉的，要太不要太冰，冰，但不要冰。有一点温的感觉。哦，那我懂太了。温的话会让你的毛孔粗大，你会看起来，如果说可能卸妆用温水会卸得很干净，可是相对来讲容易造成毛孔粗大。那可不可以卸完妆之嗯后，比如说我们帮女性朋友有化妆的女性朋友来嗯，为福利，就是如果我是，卸妆的时候用温水卸掉，嗯但是我再嗯，用冷水最后去洗它，这样可以吗？其实我都这样子欸。这样可因为我以，其实上节目我也会化妆，然后我化妆师对。教我的，然后化妆师也是跟我说，哎，你毛孔那么粗大，你就是先用温水。我说好，谢谢你，我毛孔粗大，我知道，然后再用冷水敷脸这样子。可怜的周医师，周医师我没有知道，就是都这样子。上次我嗯，们抗老已经讲过，就是说有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男生女生其实都是需要保养的。这一集我们是，还没做，但是因为最近实在湿气太重，所以还是要跟你嗯来聊一下，就是关嗯，于湿气的问题。那另外一个是，问题，您刚才提到就水肿嘛，一般对。人就是说我们是去按压我们的皮肤，就是其实如果皮肤按之后，看起来你白白的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嗯，回来，要比如说要5秒以后再回来，这个就是我们身体诶，是水分太多水肿，吗？应该说是这就是水肿，水肿。但是我们要按地方要正确。如果说你是按手，有时候你只是不小心按到人家的肥肉而已，这个也是有点失礼的。我们真正要哦哦，我们真正要确认我们身体有没有水肿，要按脚的小腿的前胫。我假设说这是小腿，那前嗯，胫骨上面有一层皮，有是，前胫骨这边有一层那个肌肉，直接按拉上去，它的那个肌肉没有办法立刻回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病理性的水肿。病理性的嗯，小腿的前胫骨才是最准的。那你今天你要按人哦，家肚子，按人家肚子那个部分来讲，它本来就是脂肪。我们要找的地方来讲的话，就第一个水分最容易沉积的地方，第二个就嗯。是它的并位反应点，就是小腿的前胫。正确的一个按压方式，专业的医师他一定会按你的小腿前胫骨，嗯，对，那就了而不会在解到有没有对，我不会按你的脸嘛，按你的脸，哦，哎，你对对，怎么今天脸水肿这样子？脸那是对，不行，脸一定要就没有是有一点脸有时候北部咪肥咪啊，它还这样的是感觉对啊，这样才比较好。才可爱啊，是，对对对，所以那我们刚才提到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看有没有水肿，或者是看眼袋啊的问题嗯，呀、然后另外刚才提到的，就是说可以看看我们的各种表现嘛，各种症状的嗯，表现，比如说看看马桶有没有冲干净啊，那这些对，问题都是一些有关于我们体内湿气的问题。那因为改嗯，善有没有刚才您在临床上啦，有没有就说嗯，您刚讲的，就是提到的这些症状，因为改善体内湿气而变好的有没有呢？那您很是用什么样多啊，的方法去调理？嗯。重点来了，其实重点来了。其实第一个我会先评估说，你今天来我们诊所看什么？那因为我本身嗯来讲，我看的比较多妇科的问题，他可能会跟我讲说，哎，今天我不好意思，我的分泌物比较多，我的嗯那个白带比较多，那可能有一些异味。那首先我要先解决这样子的问题，因为这样子的问题来讲，它是
造成困扰，而且他认为是他自己有生病的一个状况。那第二是，个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他的皮肤，皮肤的部分很容易会产生痒疹，像现在异位性皮肤炎特别的多，过敏性鼻炎也特别的多。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不外乎就是风跟寒这类，还有热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彼此交叉而成的一个症状。所以说，第一个我们要先切入的一个部分来讲，就从湿气着手，因为每一个患者在我们的一个诊间，他会反映出来的一个症状不一样。就像我刚刚也有提到说，患者一坐下来的时候，就说，身体好疲劳哦，好疲倦哦，感觉好像身体一直有沉重的一个重物的一个肩膀上面。这时候他跟我对话，我就会评估说，这个有可能就是湿气造成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哦，想办法把湿给排除。那湿要怎么排除呢？第一个发汗，第二个利小便。如果说他的是在上背部很容易紧绷的一个状况，还有心嗯。神不宁，我这时候就会想说，他用发汗的一个状况去做改善。那如果说他的下部是很容易有水肿，很容易有湿气比较重，刚刚我们讲的牵颈产生水肿的一个问题，那再来就是分泌物比较多的一个女性朋友们，那这时候我是用利小便的一个方式，是嗯，两种方式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就说要针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啊，所以这跟中医在找民众望闻问切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问问看，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啊，然后再看看他的舌象啊，哎，这个，是，所以呢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讲到排湿啊，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来请教一下很多市面上各种排湿方法，但是我们来看嗯，看哪一个比较正确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哦，因为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是有同步在健康1+1直播，但是呢未来会只在啾健康咖，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来，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动手指，帮我们把这个频道订阅起来，未来继续来帮助您，让您更加的健康。好，那我们接着下来还是继续跟周医师来讨论，因为听说啦，我们有各种嗯，不同的排湿气的方法，是，最简单的方法，有人说是多喝水，哎，嗯。多喝水是可以吗？排湿气哦，我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很多时候嗯，大家，我身体湿气比较重，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多喝水？第一个，对，身体湿气比较重，是你身体的代谢差，那你要怎么样你代谢变好呢？跟喝水的多寡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你喝水喝的会在怕水肿，这个有时候是跟你的脏器，可能跟肾脏或者是跟心脏会有关系，这个属于疾病方面的一个问题。但是我们是，中医现在讲的，我们这个节目讲的是亚健康。亚健康就是，你去西医，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血液数据没有任何的一个异常，然后你去做器官的一些超音波啊，或者是 MRI、CT，你没有看到什么异状，但是你身体就会产生这种不适的一个症状，就叫亚健康。有时候不要担心说你会喝水会水肿，有时候你不喝水才会水肿。原因在于说，我们身体的水分调节跟我们身体的气机的循环，它是连在一起的。当我们的一个水分喝进去的水分来讲话，被我们身体运用，你才不会水肿。但是你一直觉哦。得好像我身体好像容易水肿，我就不敢喝水。错，原因在于说，你越不喝水，你的身体的气机循环越差，你的气血瘀滞的状况越严重，你发的回流不好，你才会水肿。哦，原来是嗯，因为水喝太少，反而才会水肿。那么正确，因为很多专家也说，哎，喝水是一种学问哦，所以正是。确喝水的方法大概是，您可以建议大家吗？我都会建议说少量品饮。所谓的什么叫少嗯，量品饮？是每次喝少量，但是频繁的饮用。假设我们一杯500cc 的温水，我会在大概半小时之内，花大概20到30口，慢慢的把它喝完。哦，要分这嗯，么细节，所以不能像说，对。哦，我现在很渴，然后一杯灌灌500cc，500或者是灌哦，我以前也是这样喝。那其你以前是这实为什么要样喝？我以前是这样喝，我以前不太懂，然后我是这样，我还有哦，碰过患者这样子灌水，他要做什么一个原因呢？就是他想要催吐。第一个叫他又喝水减重法，他们哎喝水会喝得很呦，快，这个是比较不好健康的一个伤身方式。体哦，真的对，太不健。相对来讲的话，你的胃会觉得很有饱足感，你会吃不下东西，所以他们就会说，嗯。喝水要喝用灌的，然后喝比较多，然后一次灌个500到1000cc，哦，我觉得真这个就是所谓的是的喝水减重法。
不嗯要这样，我有时候我真的有，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减肥啦。当然这个是嗯题外话，就是我自己也经历过减肥，然后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只要瘦下来，我什么样方法我都可以去尝试啊。人家坊间介绍这个那个这种方法，其实很多嗯坊间介真的都伤身体。然后催嗯，吐啊、喝水减重法呀，然后这种真的对你身嗯，体很大的伤害，得不偿是，失。所以我们对，要没错，用真的，现在尤其医学科学这么发达，你不如用一个比较科学、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减重。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好了。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，这种喝水减重真的是不要不要，水是对嗯，我们造成健康的，不能来损对。害我们的健康。所以，但而且这样是进一步，对肾脏也会有负担，因为肾脏如果说这样，太伤，你这样子灌水，其实对于相对来讲的话，你的肾脏的负担是很大的。那肾脏是的负担常常有时候是不可逆的。当我们的肾脏的一个肾丝球超过它的极限了以后，其实它的肾脏的一个功能会慢慢的退化，造成我们的肾源开始慢慢的一个损伤。这个部分来讲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。所以对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刚才的提醒真的很重要。还有我们说嗯到水，我们就进一步还是请教周医师啦，因为嗯有些人就是建议说红豆水啊、绿豆水啊，喝一嗯些有味道的水啊。那嗯。你会建议这样喝吗？如果说以消水肿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红豆水啊、黑豆水啊，其实这种含有的一个水，我们第一个要喝的是正确的豆。像我们中医常听到说，哎，好，我喝红豆水可以消水肿，就这种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觉得效果好不好？你好啊，我觉得嘞？可以试试。我你觉我得对其实没有试过红豆，对，就是你说我可以请问是红豆水。红豆汤吗？还是只有对，没水？有，对，红豆其实它红豆不要把它能煮开，对不对？红豆不能煮开，因为你一煮开就变红豆汤。那红豆汤里面淀粉释放出来的以后，它就会变成整个这样子我比甜的较想红红豆汤。豆汤。对，但是我认为效果不好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用错了一个豆。我们真正哦，在中医来讲的话，可以利水消水肿，叫做赤小豆，而不是红豆。它的外观是相似的，但是赤小豆它其实喝起来它是辛温有小毒，也就是嗯，它喝起来它是涩涩的，绝对不像你的红豆水这么顺口。对，那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使用呢？就是误用，也就是原本在中医常会用一个叫做赤小豆。那赤是，小豆它其实是拿来利水消肿解毒，那它本嗯，身来讲的话，对于女生也有抗发炎的一个效果。其实我在临床上面用的非常的多，但是它煮出来的味道不会像红豆水这么的顺口。那哦，为什所以，么会嗯，嗯，那为什么会突然说大家以讹传讹，就说哎，红豆水可以消水肿呢？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个错误的资讯，然后就跟大家说，哎，红可以消水肿。那它有没有消水肿的效果？有一点点，但是不明确。不明确，而且它在煮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我前面讲的，它煮破就变成红豆汤，所以它在是，煮的时候就是不能煮到那个皮破掉，然后让整个那个红豆变成好像整个这样薄薄那样子。这个嗯，部就不分来讲的话，能有这个就是你红豆走错。沙出现了，这个才是对赤小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这个画面对上，赤小豆是比较细长型的，红豆对，小比较豆比较细，饱满的，红豆沙是比较饱满，然后比较圆，那所以没错。喝起来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口感。所以您会建议要喝赤小豆水。不介意，因为它有小毒。因为这个用的吃小豆其实它是药用，那我会建议哦，说，如果说是以红豆选，我宁愿选择玉米须。玉米哦，须玉米它明确的须，它有利水肿的效果，但是玉米须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千万去譬如说去玉米田里面去随便拔一些玉米须就直接来煮，这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农药的残留非常的高。加上玉米的部分来讲的话，有些有基改的问题，所以基本上玉米须现在我们在使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就是第一个你要确认它是有机的玉米田出来的，那不要有哦，任何的农药的一个残留，因为玉米须的农药残留是非常的高的。那玉米须哇，在韩国用的非常的多，他们在嗯，国的便利商店里面都有所谓的玉米须水。那其实喝起来嘞，哎，真的蛮好喝的，像北亚得，就是那种就是很清干，很清干。那这个有没有消水肿的效果？其实有，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来讲的话，我也是直接玉米须，它使用的剂量可能会用到1两、2两或甚至3两的剂量，然后去消肾脏病人的水肿。
哦，所以您会建议喝玉米须水，而且建议不要自己去，就平常在坊间买的，就比如说我们去买菜，那你不知道它是不是会有大量的农药。那有时候我们买回来玉米这样一大包，然后还没有开壳嘛，那把壳打开，里面把须拿去煮水，不要这样子喝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确认说这个是有机玉米，要确认说这个它是有机无农药残留。但是我认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在贩卖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个农民朋友跟我讲过，什么叫有机，就是鸡走过叫做有机，他也不晓得那个到底是不是有机。你说你这个部分来讲上面贴个有机，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说它是真的有机还是假的有机。就连我们在买玉米须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的药商说，这个有没有毒啊？然后他其实也是支支吾吾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让我心里有个底，说这个到底能不能用？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真的要看良心事业。哦，这真的好难哦！现在这种眼睛根本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有机的。他都想说已经有机走过去的就叫做有机，然后要不然要怎么办？对，而且现在其实不管是东西方也都是这样，因为你说有机 organic 这边也是你标榜有机，可是它真的不是有机，所以很多现在很多都在对，现在都在揭发说这个有机其实它并不是有机，但是有机的价格就是比一般的价格高很多，而且因为现代人喜欢追求健康，所以还是会推荐要吃有机的东西，可是这个就很去分辨，这怎么办？没有错，所以我也误解啊，因为我是一般民众啊，所以我也是乱买一通。所以还是真的是要看，最好是去优良的厂商，然后最好对优良厂商啦，对啊，然后最好就是问一下。希望真理在我们的一个世界里面不要太多的谎言，这样子。真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正传，我们自己把我们的身体顾好，真的是很重要啊。就是因为身体顾好，才能够把一些万一真的不小心摄入到一些环毒素，才能够把它排出去。哎呀，所以但是玉米那另外一个水啊，我还是要进一步问一下，因为很多人会喝绿豆水，因为夏天大家会喝绿豆。对，您觉得绿豆水可以吗？很好啊，绿豆水清热解毒。那第二个部分讲的话，绿豆其实在夏天有清暑湿、暑热的效果。那本身如果说它有异位性皮肤炎，我都会建议说，你喝个绿豆汤、绿豆水。那不一定要喝绿豆水，因为绿豆本身来讲的话，它有清热利湿的。所以说，有时候你稍微喝一点绿豆汤，里面加薏仁，薏仁它的效果会比较好，而且它薏仁要用大薏仁，这种大比较，他们有没有说的小薏仁跟大薏仁？用大薏仁来做一个肠胃的一个调节。如果说加上绿豆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可能还会加上扁豆其实它有运化肠胃的效果，对我们的一个肠胃的一个利湿也有很好的一个帮助。那我们常常会还有一些茯苓、芡实、白果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对于肠胃的一个调节，把身体的体内湿气排除有很好的一个帮助。是，所以其实吃啊，就是喝对茶啊，喝对这些水啊，其实对我们的祛湿还是很有效果的。但是那进一步问一下，绿豆我们需要把豆煮开吗？还是就是说在它还没开的时候就把它喝掉了？其实要看你怎么样做。假设你是今天是很怕有摄取过多淀粉或糖类的，有时候你是把绿豆不要煮得这么烂。那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喝个绿豆粥或绿豆汤，把它煮开一点，其实它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品。所以看对，要就是看你怎么用。的想法。那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喜欢喝冰冰的，它已经煮开的，因为它如果说没有煮开的话，它想要吃那个绿豆水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它的消水肿的效果，我认为有限。是，所以就看怎么使用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其实绿豆没有煮开，就是对于那种要发汗的朋友还是蛮好用的，就是还没煮开的时候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，因为吃还是很重要啊。刚刚讲到水啊，各种不同的水，那其实有哪一些蔬菜水果是去水肿的好食物呢？可不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？比较偏的是瓜类的，像譬如说冬瓜、苦瓜、清热利湿。那我常看到的说，西瓜能利水我们的水分，其实西瓜可以呢，但西瓜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甜，夏天吃西瓜可以降心火，那对于利小便，对我们身体的湿气也会有帮助。抱歉，我们刚才的讯号有一点点的中断。没问题，我知道。谢谢大家还留在线，很抱歉哦。那我们还
继续要讨论刚才的话题啦，因为刚才有讲到就是四神汤，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四神汤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在夏天是不太适合吃这种很补的东西？您觉得呢？其实你要看怎么做调整。如果说你的四神汤里面来讲的话，你放的比较多、比较温补的东西，可能有些人会加料，加一些黄芪啊，或一些当归。相对来讲的话，在夏天就比较没有这么适合。我认为就是以调和肠胃的芡实啊、白果啊、茯苓啊这类型的一些比较平和的食材会比较有帮助。那是，夏天所以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如果说假设你要用补气的部分来讲的话，我认为用比较偏滋阴的，像譬如说玉竹啊，或者是像譬如说天花粉这些型的比较偏那种生津止渴的，那比较美得到就葛根，葛根我会常会用在夏天。哦，所以其对，实还是有一些比较适合夏天，有一些比较适合冬天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药膳食材。好，那是没错。我们在接下来呢，刚才已经讲完吃的部分了，上次呢，我们要讲到上次啊，因为上次周医生你很多有趣的这种按摩工解具跟析吗？方法，对对，我，就假设我所以们今天，假设我今天脸浮肿，一起来脸像浮尸一样，那这时候我会哦，拿一些像比如辅助的一些用具。我刚刚是有稍微帮我加一些东西。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其实就像是浴里面的这个算是脸部刮痧，脸部刮痧。哦那其实这个哦，部分来讲的话，其实好像坊间应该都买得到，像某某的一些购物平台来讲应该都有。那其实我们是在刮痧的部分，我们在让我们的一个脸部的按摩一定要从下面往上，借由我们的一个脸部有很多一个肌群，放松我们的肌群。主要来讲的话，第一个颞肌，颞肌一定要放松。大家喜欢一个就是很怕被人家说脸很大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颞肌去放松我们这边的一个颞肌，颞肌在这边，颞肌就是咬合哦，的地方。就这里，嗯。对，这样子常去按，其实是有 V 型脸的一个效果。对，V 型哦，脸就是要的效果。下颌线就对了，也算对，是下颌下颌线的这线，对，下个位置。颌线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去按揉，而且我们按揉的一个顺序一定要由下往上，那你不要一直往下拉，往下拉，这样就会出那你就皱纹对吧？了。整个就是往下垂的那样子嘛，就一定要由下往上，不管我们在按摩顺序一定要由下往上。我们第二嗯，个比较会在意的是，当我们身体脸部有水肿的话，第一个法令会特别明显。哦，那如果说真的，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假怎设我们今天有这么办？个东西，我都会按摩我的法令。法令旁哦，边这边有一个叫做迎香穴，其实常是，去按揉这边的，其实这可以改善我们鼻过敏的问题。那如果说嗯，我有这个器械的话，我就是直接这样子。哦，哎，这个还蛮嗯好的哦。那嗯，它主要就是，那如果我们用手部按摩也可以吗？还是说用手，它就是冰凉凉的，假设其我今天没有实比较好？冰冰凉凉的比较好，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个器械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手去按揉。嗯。第三个我们比较在意的怕老的地方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错，眼袋。眼袋跟眼袋眼袋眼跟什么袋部分眼沟壑，袋部分来讲的话，千万不要去搓，搓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脸部的细纹。我们脸部哦，周围只能用按的，是，用按的。那我个按压人对，对按压那是比较干乎，我是在日本有买这一支，之前九九叫我说要拿出来给大家。对，那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其实它也是可以消眼袋啊。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，我眼袋也开始都一直还蛮明显的。然后上嗯，次去按压，那其实我有看过他的用的视频，他的视频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他这边也是，假设我今天有开，它是一个红外线的部分，然后他就直接往上这样子拉提、哦，拉提、拉提、拉提。那其实我是不建议人家看这个那个红外线的。对哦，我来，不要眼睛不我要对着红外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也不是，我哦，不晓得它是什么线因为其实我没有远红研究，我只是外线，它看起对来是红我不晓得，色的。没有，它还有很多模式，它有橘哦，光，然后再来就哦，是有不同的模式。嗯，对，那所以其实还有拉提。嗯，所以它可以消眼袋、水肿，然后还可以拉提。它消眼袋的模式，嗯，消眼袋的模式还有哪一种模式？其实有啊，其实消眼袋你有带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灯。对，其实你有带工具。我今天知道你会嗯带，所以我自己也嗯，带了。我有带这个，你看这个看你带什么？
你看你看哦，这个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这个就个部分这个是很阳也是春的冰最早的，冰的，然后它也是对，最早，然后也然后是直接用物理性的魔法。对，然可是后这样子往这种上推，它这这是我小种器具来伙伴送给我的讲的话，耶。你要涂那个滋养液，所谓的滋对，养液就是涂一些像譬如面保湿霜乳霜、啊，面霜。油对，那啊，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器具的话，其实我是用面膜。只哦，是今天在用直播，面膜直接，我不好意思直接贴个面膜在那边，对，就是我平常在家里，我就是自己贴个面用膜，然后就贴面开始讲，然后边看电视，然后或是边看文案，然后去用这样子，哦，哎，然后这个还蛮这样子好的。搞个15到20分钟。15到对啊，二十分，那真的很不对啊，错。而且你其对，实按摩，我自己也有这个，我也是朋友送给我的这有个这个是刮我看哦，刮是刮刮痧棒。刮那如痧棒，而果说且你看很这个我漂亮。解释一下，如果说是刮痧棒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一嗯，定要顺着我们的一个筋膜，像我们这也是这个脸部样吗？非常多的筋膜，对，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下颌线，它这个刮痧棒会有一个顺序，就是它的啊，刮痧棒，假设我今天我拿一个刮痧，假设我今天这个是刮痧棒，那嗯顺序的部分来讲是第一由外而内。由嗯，外而内，从这是外最外面吗？的下颌是外，对我来讲是这边是外，然后一直往鼻子的中间叫做内，由外，嗯嗯，对，这样子往上，哦，这样问题。往上，往上，这样拉这个提。这样可以去湿气吗？这样可以去湿气吗？因为我因为认为这看起来好像是美容，但是我我想知道这认为样做我可以吗？认为能不能去湿气，我觉得有点困难，但是可以消我们脸部的水肿。哦，其实我消水们最肿很重最怕的要。就是我们早上起床了以后，脸就像浮尸一样嘛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也对会，对对，就是隔天没有睡得很好的话，那你早上起来的话，第一个你的眼袋会变得很重，第二个你的脸部会下垂，那第三整个人是没有光泽的。那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按揉的话，其实他的脸嗯，部会变得紧实。脸部是会变紧实，所以我们常会用一些是，辅助所以来对。像我的手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传统，还有一种这个也嗯，是，这也这个是按摩是的，按摩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其实它的功效都大同小异，但是大同小异，像这我种人不太建议说，如果说这个是比较好一点。这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比较这个好一点。花钱会有一点痛，所以就有一点点是已经比较成就了，所以大部分就这对，种啊，这种但是啊，就是这个有个问题，就是不要说就是刮到红出痧，因为刮到出痧代哦，表说你的皮肤有一点微的受损。我们的一个脸部的一个皮肤是特别的细致，它跟我们身体的皮肤是不一样的。嗯如果说嗯，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刮到它摩擦对不出痧，对？很容易会造成所谓的角质化，你反而会让你的脸部的一个会有色素沉淀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如果哦，说有这种刮痧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为什么我会买这种圆圆的，不会买嗯那种钝钝嗯嗯，的？其实这个原因对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不要让我的脸出痧，但是是。我又有拉提的效果。所以说，有些人会用一些刮痧板去刮脸。我个人认为是我不喜欢这样子。是，我觉得这个一对，定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哇，这个有用力啊，然后感觉提拉啊，然后想要去嗯，塑啊，就是希望快速成，可是其实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皱纹产生会更加的严重，然后甚至您刚刚提到了，就会造成你的可能皮肤会变得比较更粗大啊，各方面的问题。应因为该说你不能在脸部的你不能用拉扯的方式。嗯像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去拉扯的一个部分来讲，就会产生所谓的细纹，反而是要用按揉的方式。那我刚刚如果说假设我今天用这一支，其实我绝对不会说就是一个干干的脸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用，那是因为现在在直播，不好意思用面膜。如果我这样的话，我就把面膜弄上去，我的嗯，这一支是操作在面膜上，操是作在面膜上，所以而不是直接接触我的皮肤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对我们皮肤第一个有深层滋润的效果，第二个它会把我们面膜的精华液导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。天哪，我怎么变成这次的代言人对，啊？我刚才想，感觉好像导购哦，好像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没终于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是对，在分享在这其实分享，这分析就是单纯导入，就是分享的，第一个是导入。对，那其嗯。实这个部分来讲，其实这支台湾也买不到，因为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。
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是善用现在科技的手法啦。我觉得其对，实不管是传统的工具，或者你刚刚拿的这个玉啊，或者是现嗯在科技的手法，我们就是可以来辅助，让我们更加健康。然后因为有嗯时候我们出面啊，就是人看起来就是精气神嘛，除了我们内在嗯的调理，因为刚才有讲用各种不同的药膳啊，还有饮食方法啊，然后你可以借着一些手法、一些小工具来帮助我们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有气色，看起来我也是一个无可厚非，因为现在科技确实是很进步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看起来真的是就是祛湿，然后看起来也是比较容光焕发，我那觉得这一点假还蛮重要。设假设我们刚刚没有这些器具了，我教大家怎么样去按摩脸部，好不好？徒手，就是徒手，对徒手。假设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好，东西，周医师你刚刚介绍的这些我都不想买，也不想花钱买这种东西，没我们要怎么问题。处理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把我们的保养品全部擦好。假设我今天擦嗯，完了，卸妆完了以后擦，然后把我们手拿出来，手拿出来。第二个，我们在所有的按了我们这个脸部来讲的话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颧骨往上这样子，往上。然后用拳头按摩我们的一个颞肌，往上拉，往上，往上。对，为什么要把这边弄松呢？因为这边的我们常常要咀嚼，咀嚼以后嗯，这边的肌肉会变得很厚实，你就会变成四方脸。所以常哦，常这样子的一个按揉，是可以松我们这边的筋膜。我们哦，中医有一个针灸方式叫做美颜针，美颜针的原理就是放松这边，那按摩一个脸部而已哈，再来就是耳朵的后缘，耳嗯，朵的后缘很重要，因为它的很多的一个面部的一个肌群都是连接在这边，这边就是所谓的翳风穴，把这边放松，其实可以有瘦小脸的一个效果。哦，耳后吗？耳对，下吗？耳哦，耳后，后，耳像我们后，在针美颜针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针都针在一个头，都在针在脸上。我们很多美颜针在头上、耳朵的旁边，然后耳朵的后面。哦，对，就像哦，我下礼拜就要去韩国，就是要跟他们采访他们的一个美颜的一个疗程。他们把很多是。一个针灸，作用在一个面部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头部去拉提脸，这个哎，部分其实就是一个技术。对，其嗯。实其实中医在这个像这种美颜的手法，其实很早之前就有，只是现在呢，就是稍微把它作为一点调整，尤其你知道，大家都现在都希望看起来更加容光焕发嘛，所以就是说是，这些手法啊，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针灸，都是可以让我们嗯，看起来就是去掉水肿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脸起来更是就是更容光焕嗯，发。就是那我在讲，看起来更容光就焕发，抗老，对不去对？更对抗老。容光那我们在焕发。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眼睛，这我一定要讲完。好，眼眼睛眼睛的部分，睛怎么样？眼睛最重要，眼睛就是千万不要去揉，或者是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很喜欢去揉眼睛。你揉眼睛，你会啊，这边的脸蛋就会有一些细纹，你的细纹就是会慢慢出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掉我们这个坏习惯，就是你一定要用我们的一个只用按压的方式，按压的方式。那其实我常常会按揉我的眉棱骨，眉棱骨的下缘，沿着眉棱骨去按揉。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要消炎带。要顺时逆时钟其顺时实其实我钟吗？觉得顺时钟、逆时钟我没有哦，太大的一个没有区研究，别应该有可能有区别，可是我可能学艺不精，我觉得还好，没什么差别。对，那我就是常常去做一些按揉，那不要按到也不要按到眼睛的太靠近眼球，我们就要沿嗯，着眼睛的下部这样子按，那不要用搓的，也不要用拉的方式，拉的方式就开始产生细纹，所以就要用按的。按是的，用点的，用点的，点按点按，我觉得点按点点按按还点按，蛮重要对。的。然后是最重要放松哪里呢？太阳穴这边有个颞太肌，阳穴对，颞肌常常去按揉这边的颞肌，放松这边一个肌群，你这整个脸会往上提。这是哇，像一个美容的经络老师教我的，所以太好了，哎，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那好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所有的顺序就是刚我想由外而内，然后由嗯向上这样子做。嗯。嗯，好，大家记得有外而内，有下往上，后由外而内。面耳朵后面
记得要按一下，然后眼对睛周围眼周记得是用按嗯。压的，千万不要去搓它。好，这对，个是那这个部很重分来讲的话，就连起来。是第一个要擦眼霜，然后脸部嗯，要擦保湿乳液，这样这样才子按，不会那按一按才不会有说周医生细纹。教我的，对，就细纹都出来了。细纹都跑出来。这时候是你要有保养品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全部都干干在那边按，干在那边按没有用。如果是男性朋友，其实也可以擦一点那种，比如说一般都会擦一些乳液啊，或者一些保嗯，护油啊，就是可以用这个来去其实最简单，代替。我就是用面膜啊，我直接哦，对，用面膜这样用面膜。敷上去，就开始在那边按啊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男性朋友其实也可以学一下周医师哦，这样子的方是法其实非常简单。好，那另外是，再回来，因为我要帮那个台湾的民众稍微问一下，嗯因为在台湾的民众啊，很多都骑机车，是机车族嘛，嗯就是有时候会有毛毛细雨，很多机车主就说没关系，我呢很快就会到了，不用穿雨衣。但如果像这嗯样子有一点淋到雨啊，那嗯。达到目的或者是到家之后呢，你会建议说哦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因为这样还是会增加身体的湿气嘛。你有什么样的步骤可以教一下其实他们？第一个很容易感冒，如果是寒露里，所谓的是风寒露里，就是你很容易受了风寒到人感冒，所以很多我们不知道台语可能不在这边讲，台语叫做冲丢，很多叫做冲冲煞，流哦，就对，冲冲煞，到了。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身上不对劲，好像头晕晕的这样的，然后快要感冒的一个部分，就是你淋到了雨，然后外面天气很热，你淋到了雨，然后你跑到冷气房去，这个一瞬间的一个温差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认为所谓的一个冲煞。那如果说比较专业一点，就是你的风寒入侵到我们的腠理，腠理就是嗯，我们的毛孔。这个部分哦，来讲的话，就是什么风寒湿入侵到我们的一个体内，产生的一个感冒、伤风感冒的一个症状。那这样子嗯，一个状况也蛮多元的，也有可能会表现在肠胃的问题，你可能会开是。始腹泻啊，会开始拉肚子啊，会开始肚子痛啊，那有可能会开始产生头晕啊、头胀啊、恶心啊，这个其实在临床上面都非常的见。那我跟患者这样子解释，患者就说：“哎呦，安内的穷丢，不是拍米亚这样子吗？这个其实不是拍米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。的这个其实简单的说，就是温差跟湿气造成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淋到一点雨没有关系，其实一定要嗯，真的要注意，就是如果你淋到雨，赶快换衣服，然后把身体擦干，然后头发也要对，擦干，没错，这个时候非常没错，重要。好，因为是，接下来还是很重要，因为现在梅雨季节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就像周医生您自己或您自己的家嗯。里，怎么样来做可以减少我们体内跟体外湿气对我们的侵害呢？第一个我会把除湿机打开，很就是除重要，湿机很很重要，重要，因为对。我们这是台湾没办法，因为我家除湿嗯，机就快4台了，就4台除湿机，每个角落就各一台，真的不对，一夸张。个角落一台。对，真的就是让除湿机。然后第一个我会让我认为说把除湿机打开，我睡眠会比较安稳，也就是说是。你生气比较不会那么重。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剂叫做温胆汤，那温胆汤其实它就去痰热护老的一个睡眠障碍。那相对来讲的话，在台湾我的认知是到了这个季节了以后，很多人都痰热护老，那要怎么样不吃中药会去除我们的一个湿热的一个状况？把我们的嗯。身体的除湿机打开。第二个，晚上不要吃太多的一个烤辣炸的一个食物，造成我们的身体虚胖炎，这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湿热的情形产生，影响到睡眠。对，我嗯，对咸酥鸡不是有什么敌意，而是在说这个样子的咸酥鸡晚上我吃一吃，刚刚马上有些想到人会咸酥鸡，会很容易咸酥睡不好。鸡老板，卫生你公对，公拍为没有，哦，叫我没有这大家不样讲，要吃咸对，还是可酥鸡。以吃，然后反正你生病了再找我就好。但是我然后对，其实我觉得主要来讲的话，烤辣炸的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减少啦，睡眠。减少对，少要减量啦，少，要而且减少，晚上对，吃啊，说实在，如果真的要吃，你就就吃一点点，不要当多量。可是咸酥鸡大家都当宵夜啊，这个就不符不可以，合我们的宵夜是人性。不要吃宵夜啊，好险美国在台没有这个湾很东西，在对，台湾就是有那些东西啊。在台湾就尽量不要，你就不要太晚吃，然后是，睡前3小时就不要进食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嗯，重要的。就是你不要是，说我都不吃，你说都不吃这嗯，样子很想吃的时候，到时候会报复性的饮食，其实这样这样也不人好。生也少了乐趣，所以大家可以吃没关系。对，就不要吃太多，然后对，吃不要对时吃太多间就就好。好了。对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，我们还是要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湿气很重的时候，有哪些
比如说你有哪些生活方式行为会增加体内的湿气啊？如果又没有，假设你穿的衣服又有一点潮湿，是不是也会增加湿气？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所谓的外湿引动内湿，外湿就是空间的湿，那影响到我们身体面的一个湿气。再来就是久坐不动啊，爱吃甜食啊，那还有重口味的一个饮食，还有穿未干的衣服。什么叫穿未干的衣服呢？就是我们的一个有时候我们在洗完衣服了以后，然后台湾可能特别潮湿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衣服直接拿进来，那就会产生一些霉味。那这种霉味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所谓的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，其实对或多或少的也会有影响。所以我都会建议说，如果说真的衣服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一个干的话，就拿到烘干机里面去烘一下，其实对我们来讲身体会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我们衣服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异味。是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些人你就他身边，他身体有一些异味，他不是他身体，是他的衣服，就是没有干。我觉得没有穿没有干，或者是你在外面就是好像风干，可是它其实还是很有湿气，它就会产生霉，霉就会在你的衣服上现出这个味道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好，今天其实我们跟周医师有谈了这么多。排湿或湿气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，你可不可以用1分钟的时间来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不要湿气，要健康呢？是第一个，帮我们总结一下。我们总结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最根本的排除湿气呢？让自己流汗。所谓的流汗，不是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就是大汗淋漓，那个其实不叫做湿的流汗，你必须要主动的一个运动，产生一个心跳变快，那毛孔开合稳定的一个流汗，这样子很有效的排除你的身体湿气。第二个，少吃甜食。甜食的部分来讲的话，太多不腻的食物或汁腻的食物，容易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肠胃代谢的阻碍。那这时候身体的湿气就容易残留在我们的一个体内，才会产生很多各式各样的症状。我们就举个例嘛，假设一个泌尿道感染的人吃甜食，它的分泌物的状况就会变得更严重，这是在临床上面是很明确而且很显而易见的。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，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甜的东西，或者是辛辣的东西、烤的、辣的、炸的东西，或者是要燥热的东西，这个时候要减少，而不要过度的食用这类型的够刺激性的一个食物。再来就是尽量在我们的一个环境里面要保持通风，那这个要让我们的一个湿气控制在如果对我想到一点，就家里如果说有一些盆栽。千万不要让它一直处于积水的状况。第一个，它很容易产生病媒蚊；那第二个，也有可能会让我们整个空间的湿气一直提升，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。是，好的，今天非常感谢周宗翰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有关排湿气的解说，谢谢周医生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跟您听您分享更多有关于健康的资讯了，谢谢周医师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想今天听完周医师的分享，你是不是也发现，比如说我们觉得好累啊，或者是浮肿啊，或者一些关节啊，包括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力变太低，其实这个时候不是你老了，而是我们太重了。所以别忘了喝对的水，吃对的食物，动对的方法，才能把湿气赶走，重新找回我们真的很清爽的自己。记得今天医生说的吗？流汗是最天然的、健康的排湿法。好，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这一集节目呢，也同步在健康1+1直播，但是未来我们只会在99健康咖直播，所以记得请大家动手帮我们订阅起来。另外呢，看完这期节目，如果您也有共鸣，正好也有湿气重的困扰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，99都会看哦。也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清爽、更有元气。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，现在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都跟我们一起健康升级不掉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